俄罗斯再动员30万人，乌克兰调整征兵年龄，乌俄新一轮激战即将来临。美国星座级护卫舰以及各类舰艇全数延迟交付，原因是什么？朝鲜火星 16B 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真实性能如何？4月3日，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计划于6月1日再动员30万人。不过，泽连斯基没有说明其他细节，也没有透露该消息的来源。另一边，俄罗斯则展示了传统异能：我没有，你别瞎说。俄罗斯卫星社4月4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俄罗斯准备军事动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只是结合之前莫斯科遇袭的消息来看，这次征兵30万人并非无稽之谈。4月1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正式启动春季征兵工作，将征召15万义务兵。此次征兵与之前不同的是，根据2024年1月1日生效的法律，俄罗斯征兵年龄上限从27岁提高至30岁。只是根据之前的情况来看，因为乌俄战争以及乌克兰对俄本土的袭击，俄罗斯青年并不想当兵。如果说保家卫国或许还能接受，但是打入侵战争不行。这就需要一个引子，激发俄罗斯年轻人的爱国情怀。于是莫斯科遇袭事件发生了。虽然已经有组织宣布为此次事件负责，但俄罗斯依旧将矛头指向乌克兰，为的就是让年轻人主动当兵。4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莫斯科遇袭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一股俄罗斯青年参军热潮。自今年以来，已经超过10万人与俄罗斯国防部签合同参军，其中仅在过去10天就大约 1.6 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希望在乌克兰作战。根据英国国防情报机构之前发布的报告来看，俄罗斯每月能够为乌俄战争动员3万人，得以补充兵力损失。加上征兵人数，俄罗斯在6月前动员30万人基本没什么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员的装备、训练以及后勤补给。这些问题早在俄罗斯首次动员的时候就暴露了。在零下25摄氏度的训练场，部分动员兵只能住在漏风的帐篷里，并且缺乏战斗资源。一些被征召入伍的新兵只能拿着被淘汰多年的步枪训练，防弹衣、坦克、装甲车更是看都看不到。更有甚者，部分地区的新动员兵被要求自购装备，钱不够也没关系，可以贷款。当地政府直接将个人贷款中心建在了征兵处旁边，贷款当炮灰。这种火力军做梦都想不到的操作，在俄罗斯真实上演了。本土的情况就更乱了。俄罗斯规定只征召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人员，不允许征召一般人和在校学生。可一些地方为了达成指标，上街乱抓人头，甚至向死人发传票。这就导致一件事，俄本土居民上演了一波海陆空大逃亡。有能力的买机票，没能力呢就开车，能跑多远跑多远。根据俄罗斯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网站2023年8月发布的报告来看，大约有 81.7 到 92.2 万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俄罗斯。而根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俄罗斯人的资本外逃总额超过300亿美元。战后大规模人口外流对于经济衰退与劳动力紧缺的俄罗斯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那些没能跑掉的，则直接去袭击征兵办。这些事情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贷款当炮灰，津贴无法足额发放，武器装备无法配备新兵，俄军高层将领不懂战术，随意消耗士兵等等，这些都已经人尽皆知了。想要招募合同兵上战场，估计只能靠物理说服。但如此一来，俄罗斯内部的动荡只会更大，反战情绪会更明显，普京也没办法压制。所以呢，想要动员士兵，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年轻人主动当兵。从这点来看，俄罗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这2年以来，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可信度如何，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关于动员这件事，泽连斯基并不是信口开河。另一边，为了应对俄军新攻势，乌克兰也调整了征兵年龄，乌俄新一轮激战即将来临。4月2日，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低至25岁，这将为乌克兰带来足够的兵源。其实早在2023年5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就通过了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低到25岁的法律草案，并在6月25日就将草案送到了泽连斯基手里。但一直到10个月后，泽连斯基才签字。在乌克兰内部，降低征兵年龄一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有报道称，扎卢日内被解雇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与泽连斯基在征兵的问题上有分歧。扎卢日内认为军队还需要50万士兵，
但泽连斯基持保留意见。事实证明，乌军不需要那么多的士兵。新任总司令希尔斯基之前表示，在对资源进行审查后，这一数据已经大幅减少。泽连斯基也表示不需要50万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乌军会再次征召多少士兵。根据乌克兰目前的戒严法，征召士兵参战分为2个阶段。男子应征入伍，在军队服役之后就可以被政府动员或被征召去战斗。虽然该法律将征兵年龄降至25岁，但动员年龄仍保留为27岁。不过乌克兰也在考虑将动员年龄降至25岁。在2023年12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就表示，如果理由充足，我会同意动员25岁的年轻人。除了降低征兵年龄，乌克兰还通过了其他2项法律，目的就是优化军事动员的流程和管理。其中一项就是为应征入伍者建立电子登记档案，从而加快军事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使用效率，并建立一个证明登记与服役状态的在线档案管理系统。另一项法律则是取消了征兵体检结果中部分符合条件的归类。乌克兰之前的体检结果将应征入伍者分为合格、不合格与部分符合条件3类。被列为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员虽然可以加入乌克兰军队，但是只允许从事特定类型的活动。新法律取消这一归类，之前被定位为部分符合条件的人需要重新体检。至于征兵的原因，首先就是应对俄军攻势。俄罗斯计划在2024年春末或夏天发动新攻势。其次呢，就是补充兵力。火力军之前就说过，乌军最大的问题不是弹药，而是兵员短缺。这次调整征兵年龄之后，也就意味着乌军有了新生力量，可以弥补当前的空缺，也能让前线的乌军士兵进行轮换休整。反观俄乌战场上的俄军，因为损失过多的原因，除非是伤残，俄军士兵根本无法战争结束前复原。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报告，乌俄战争2年后，俄罗斯31岁到59岁年龄的残疾率创纪录的增加 30%， 大概率是因为军事伤亡人数增加所导致的。顺带一提，为了让走上战场的士兵没有后顾之忧，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热列茨尼亚克宣布，所有在反抗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其家人都可以获得1500万格里夫纳的抚恤金，并平均分配给所有家属。相比之下，俄军的抚恤金则为1242.1万卢布，按照目前的汇率来算，只有乌军抚恤金的1/3。乌俄战场之外，美官员证实，星座级护卫舰晚3年交付，各位舰艇全数延后，这是为什么？4月3日，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报道，在最新的造船评估审查报告中，美国海军几乎全部的舰艇都将面临延迟交付的问题。星座级护卫舰的首舰估计到2029年才能交付，比原计划的2026年晚了3年。在建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首艇预计延迟12个到16个月，弗吉尼亚级 Block 4型预计要延迟3年，换装新型潜射巡航导弹模块的 Block 5型生产进度将延后2年，福特级航母企业号则预计推迟16到18个月。美国级2栖攻击舰、圣安东尼奥级2栖船坞登陆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等舰艇也面临延迟，但是延迟时间符合项目的预期。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美军舰艇都出现了延误？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原因就是设计成熟度、供应链问题以及船厂难以找到熟练工人等等。目前星座级护卫舰首舰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芬坎蒂尼马里内特海事公司工厂制造，但是到目前为止，星座级还没完成细节设计。在4月2日的记者会上，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司令、海军中将詹姆斯·滕尼表示，在细节设计方面，星座级已经完成了 80%， 目标是今年完成详细设计。只是在2022年8月份，当时美国海军批准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开始建造第一艘星座级时，美国海军少将海西莫顿曾经也表示，细节设计刚刚完成 80% 以上。而且按照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的说法，一开始的星座级与原始的 FRE-MM 设计大约有 85% 的共通性，但经过一连串的修改，共通性已经降低到 15%， 很难互换量产。其次呢，按照唐宁的说法，星座级延迟的原因还包括船厂工作量增加、招聘和留住人才困难，以及同时建造3种船型等等。目前该船厂正在完成最后一批 LCS 的建造工作，同时还在建造沙特的多任务水面战斗舰以及星座级护卫舰，人手明显不足，只有完成其他订单，船厂才能专注于星座级的建造。而制造能力堪忧也是哥伦比亚级延期的原因。海军采购主管尼古拉斯·古尔廷表示，
哥伦比亚级延期的主要原因就是航母和潜艇共享的部件交付延期，另一个就是舰首建造延误。负责哥伦比亚级舰首建造任务的就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该造船厂还负责哥伦比亚级的舰尾以及部分弗吉尼亚级和航母的建造任务。202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问责署就发布过一篇报告，意思就是海军造船厂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无法兼顾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的建造。截至2022年9月，弗吉尼亚级的建设人员比实际需求低了 25%。对于美国海军而言，麻烦不仅在于制造延期。由于早期俄亥俄级即将退役，美国海军核潜艇常规对地打击能力正在面临潜艇垂发大幅缩水的情况，而且在海基核威慑方面也是一个问题。为了应对哥伦比亚级延期带来的影响，海军已经打算延长5艘俄亥俄级的使用寿命，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延期交付对于美国海基核威慑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换代困难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海军，美国3位一体核威慑方面都面临预算超支、研发制造延期的问题。就比如 B-21， 曾计划在2021年12月首飞，但是因为供应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计划被推迟2年。等到现在 B-21 进入低速初试生产阶段，成本却又超支 1.43 亿美元。陆基的 LGM-35A 哨兵也是如此。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空军就表示，原计划2029年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哨兵，落后计划大约2年，并且项目成本已经严重超支，达到了 37%。但偏偏美军无法放弃哨兵项目，民兵3已经很老了，在近年的多次实验中还出现了发射失败的情况。另一边，朝鲜试射了火星 16B 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其真实性能如何？为了全面提升挪威国防军的整体实力，近期挪威公布了新的国防计划，其中海军将获得最大比例的军费。作为挪威国防军各方面发展的一部分，海军将采购新型护卫舰。根据挪威的说法，海军采购的护卫舰将从盟友手中采购，预计将采购5艘新型护卫舰，同时还会根据需求来决定是否采购第6艘。护卫舰采购方向的重点选择了反潜作战上，可能的竞争者包括英国26型、荷兰 ASWF、德国 F126、法国 FDI 以及美国星座级等护卫舰。挪威海军还将为护卫舰采购反潜直升机。为了应对俄罗斯可能展开的夏季攻势，乌克兰也全线进入防御，开始挖战壕、摆龙牙阵。前段时间，泽连斯基还前往苏梅地区查看乌军防御战线的建造工作。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乌军可能无法继续建造防御工事，因为乌克兰境内已经没有足够的混凝土来制造龙牙。除此之外，乌克兰最高拉达还表示，乌军还缺少土方设备。4月2日，朝鲜试射一枚采用固体燃料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也就是火星 16B。这已经是朝鲜今年以来第3次试射弹道导弹，3次都是高超音速。按照朝鲜官媒中央通讯社的报道，这次试射证明朝鲜所有的战略导弹都具备使用固体燃料并搭载核弹头打击目标的能力。火星 16B 的弹头属于成波体结构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而不是之前常见的圆锥形，性能远超之前。这种设计可以在导弹高超音速飞行时，利用超音速激波和弹头的高速飞行，实现低阻力、高升力、大声阻比等优势，可以显著提升导弹的突防能力和射程。火星 16B 射程可能超过4500公里，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5到18马赫。火力军估计，成波体气动外形设计是俄罗斯传授给朝鲜的。朝鲜没有风洞测试，不可能自己研究，全球也就3个国家有这种技术，而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除此之外，火星 16B 采用固体燃料，在发射前不需要注入燃料。与液体推进剂导弹相比，采用固体燃料的导弹更容易移动和隐藏，发射速度呢也更快，探测难度大大增加。韩联社报道，朝鲜将固体燃料与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结合，目的就是突破美日韩的导弹防御体系。按照朝鲜的说法，火星 16B 发射之后，第一次顶点高度达到 101.1 公里，第二次顶点高度达到 72.3 公里。成果实现机动变轨躲避拦截，最后落在朝鲜半岛东部水域，飞行了1000公里左右。不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这次导弹的试射在飞行600公里之后就坠海了。
朝鲜关于导弹飞行1000公里的报道属于夸大其词，刻意延迟2级引擎启动与实施变轨的说法也有问题。按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说法，朝鲜的火星 16B 飞行到达第一顶点后下降，并没有达到第二顶点高度，还处于开发初期，实战部署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朝鲜半岛的形势不断加剧，自2024年年初以来，韩美在朝鲜边境进行了几次实弹射击，朝鲜则是试射弹道导弹。而且在朝鲜试射火星 16B 当天，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附近地区联合实施空中演习。而且在2023年12月的时候，金正恩就威胁要对首尔进行核打击。韩国与朝鲜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大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罗斯会再次动员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